我这个程度说可以。周老板，天花板说这个笑话，给自个儿磕一头。其实我那会儿，在就是讲萝卜那会儿啊，我其实还想笑，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该了。不该了，不该。道德不允许。我觉得不该了，这会儿赵露思你先忍忍吧。但是我那会儿还在想，就是如果哪天我在外面上厕所，突然出来有个阿姨说拉臭臭了，小姑娘长那么漂亮拉臭臭，我说这个我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真感觉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啊，现在的孩子跟我小的时候那个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小时候在东北要压岁钱，要跪下来磕头啊，就咣磕在那儿，大喊一声“过年好”，长辈才把红包给你。关键是你拿到红包以后啊，一定要露出那种职业乞丐一样的热情，一定要谢谢大爷，谢谢大娘，谢谢好人一生平安。但是现在的孩子完全不用啊，哪用得着啊？我有一次过年去我表姐家，我等着我外甥给我拜年哈，好给他红包，他就一直在他屋里玩手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是我主动拿着红包，舔着个脸，啊，走过去，外甥过年好。哎，但是我没磕头啊，我没磕头啊。我寻思人家要不主动提，我就不主动磕了，是吧？我说外甥过年好啊，这是老舅给你的那个。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啊。但是现在啊，比我更被时代淘汰抛弃的就是我爸啊。然后让我爸快乐这件事情啊，随着我长大，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啊。你看我小的时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只要活着，他就很开心，啊，我拉在床上，他都不会骂我，反而一边给我换尿布啊，一边还逗我说：“谁拉臭臭了？啊，我看谁拉臭臭了，我看看，哎呦，你拉臭臭了啊，你拉大臭臭。”有时候我想啊，我爸要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哈，他现在你说，哪怕在一个商场厕所干保洁，他都会很快乐。有人从隔间里出来，然后发现我爸在那儿拄着拖布。谁拉臭臭了？啊，我看看，谁拉臭臭？你拉臭臭了？哎，你拉大臭臭。但他现在很难快乐啊，为什么？首先呢，对自己的身体焦虑啊。有一年我给他买了一台豆浆机，哎，他说不行，得是破壁机，只有破壁机才能把细胞壁给打破，才能吸收。哎呦，我说爸，那要不咱再等等，你等厂家出破酸机，能打破脱氧核糖核酸。哎，你喝完以后直接基因重组啊，喝完以后长一身肌肉。指缝还往外长刀，你以后收拾鱼哈根本不用剪子，你就很难快乐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天天疑神疑鬼，非常焦虑。有一次呢，就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去医院做检查。哎，当然了，最后发现啥事儿没有啊，所以大家放心啊，不要沉重啊。我当然也不要失望啊，不要失望啊！觉得那有啥可讲的？我要听有的那个啊。只不过他那天啊，从医院检查回来以后，他在回家的路上要等第二天结果才出来嘛。他本来想买一颗萝卜，腌点咸菜，但他转念又一想，哎呦，明天这个结果不一定什么样，这个萝卜我就先别买了。哎呦，他后来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我感到又心酸又好笑。我说爸。你就觉得你这个病能来得这么急吗？啊，这也太急了！平时啥事都没有，然后你第二天到医院，大夫就跟你说：“老周啊，你这个病是晚期呀，非常非常晚啊。”我爸说：“那我家里还有颗萝卜，来不及了。”来不及啦，来不及啦。我建议啊，你就在我们这儿吃一口啊。来，小赵，你去食堂给病人打份萝卜啊。哎，其实我们医院食堂啊，晚上菜好，
可惜了，哈哈，可惜了。很难快乐啊！我不要孩子，啊，暂时没有孩子，他也不快乐，总是催我，有的时候给我发一些短视频啊，大意都是说人不要孩子，到老了会孤独啊。我没有回他，我想让他知道，人有了孩子，啊。你得看是什么孩子，对吧？有一次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爸，我暂时不想要孩子。”我爸说：“你懂什么啊？养儿防老，你现在不要孩子，以后去医院都没人陪你看病，要孩子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当时我想，哦，原来你当初要我就是因为这个目的啊，那你何必也叫我周奇墨，给我起这种名字呀？你让我找不清自己的定位，你就叫我养老1号。或者陪诊搭子啊，都可以，我不就明白了吗？但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确信。我有时候也想，万一我爸说的话有道理，万一有一天我等老了，自己一个人到医院跑前跑后跑不明白，突然崩溃，我懂什么？养儿防老，然后拿出手机，哎，外甥过年好，哎。外甥啊，老舅现在在医院看病，挂号都挂不明白。你看你要有空啊，能不能？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周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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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就是天花板。周老板怎么样？讲完这个放松好多吧？放松好多了，是不是要拉臭臭啊？那我先撤了。不是要去了吗？对，这爸爸就放心多了。来，张开露丝啊，那个特别可爱的爸爸，仰天大笑。对，其实我那会儿，在就是讲萝卜那会儿啊，我其实还想笑，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该了。不该了，道德不允许。我觉得不该了，这会儿赵露思你先忍忍吧。但是我那会儿还在想，就是如果哪天我在外面上厕所，突然出来有个阿姨说拉臭臭了。小姑娘长那么漂亮，拉臭臭。我说这个我真受不了。好嘞，那么呢，其实大家就说了，就是有没有说自个儿跟家里人就是相处模式什么样？因为我从小离开家比较早，所以然后从去年开始我有点觉醒了。就是去年，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在想我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应该要怎么样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就是在成都，我奶奶一个区，我爸住一个区，然后我住一个区，我妈一个区啊？不是，那奶奶80多了，人能不能有个自己的房？能不能？而且还是 loft。我爸妈能不能有个自己房？能。啊，我能不能在外租个房？能。对吧？就是住的就是多孝顺，自个儿租房啊。我是租的，因为我觉得买房现在不划算。真的，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然后偶尔见一面也更融洽了，也不用再去，比如说他们早上8点要吃早饭就来敲我门，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现在这样的方式其实还蛮好的。我们家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回家，我爸递给我一管牙膏，然后跟我讲这个牙膏嘴里的什么病都能治，是他在网上买的，10块钱3支。然后那个牙膏我挤到嘴里，连泡沫都没搓出来，就跟我以为我刷了鞋油，就是。怪不得你家现在这么白啊，有道理。你还是用了是吧？3支都用了，10块钱。吐槽归吐槽，但用还是用了啊，是啊，孝心吧，孝心。就是特别的爱咱们，对不对？好嘞，谢谢各位了。现在场子热起来了，朋友们，我们的演员要登场啦！他就是我们的东北大秦，出发了，出发！能不能住外面就看你了，加油！接小鹿周奇墨，荣幸，没有几个演员接过小鹿周奇墨，连接小鹿周奇墨，荣幸。东北大秦来了，朋友们。
非常棒，现场氛围很好，观众也很棒。老稳了，现在。对。好吧，你们好吗？哎，hello。接小鹿接周奇墨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全中国谁能接小鹿，接周奇墨？广告能接。有闲置上闲鱼，海鲜市场走一走，低价好物全都有。哎呦，上来就直播。哎，果然是专业观众啊！听着广告知道鼓掌，很棒。让我接周老板，我确实是有点紧张的。导演组说你没事你能接，你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他告诉我最幽默。他说什么天花板，我比烟花闪。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大齐，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普通家庭。我妈妈是标准节俭的东北妈妈，小时候买件衣服还会糊弄我那种。她小时候给我买过那个阿迪达斯，本来人家是 ADIDAS， 我妈给我买件 ADIDAC， 阿迪达斯。我不知道，看别的小孩穿阿迪达斯，过去跟人犟，他说我穿假的，我说他穿假的。他说真的是阿迪达斯，我说你给我滚，真的是阿迪达斯。我们两个在那儿犟了大半天，犟到最后都快打起来了。班主任都过来了，班主任一过来他不犟了，因为班主任穿的也是阿迪达斯。回家看电视才发现不对，电视上明星啊、代言人，人家穿的全是阿迪达斯。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骗我了？明星穿阿迪达斯，你给我买阿迪达斯啊？我妈一句话给我干服了。我妈说东北人不分自私私。我刚开始还真信，后来自己琢磨好像不对劲。我心想我们那边偶尔也就说不好平翘舌吧，有时候不分什么滋丝丝支吃诗什么的，谁不分呲跟丝啊？见面打招呼问人吃没吃饭，人家说哎撕了吗？我一见到赵露思，我说你好，赵露思。哪有人这么说话呀？我就开始反复质疑我妈，我妈都有点懒得骗我了，说那你同学穿的是真的，行了吧啊？小孩一听这话，自己心里特委屈，都快哭了。他一看我要哭了，说你给我憋回去啊，你穿的也是真的。我说什么意思，妈妈？怎么可能都是真的？什么意思啊？他说阿迪不知道吗？阿迪，最早人德国一品牌，三叶草三道杠。阿迪这牌子最开始在德国就有3位联合创始人，分别是阿迪达斯、阿迪达斯还有阿迪达兹。阿迪达斯。他说我同学穿的是最低配，这次给我买件中配。只要我好好学习，一定要我穿上一身阿迪达兹。因为穿假名牌，我在学校里有点抬不起头，可能也是后来我自己有点自卑，因为我后来得过一点点那个抽动症。抽动症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小孩跟人说一紧张的时候眼睛会在那块眨来眨去的。我就是一紧张的时候，我左边的眼睛会疯狂的眨。我小时候也这样。那不跟贝克一样吗？我最讨厌背课文，老师一提问背课文，紧张一紧张，左边眼睛眨得飞快。我那会儿就特别希望自己背出来课文的频率能跟眼睛眨的频率是同频的，所以有时候一背就有种莫名其妙的节奏嘛，听起来就特别像现在的 rapper。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一段绕口令，什么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就这么个绕口令，老师要说来，大齐你背一下。我背段绕口令的感觉就是那种，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呜。哦，真有活呀！最后那个，我为躲一下老师撇过来的粉笔头，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调皮，有时候一下打着你行啊，打不着你他不解气，他站那儿继续撇。我傻乎的往那儿一站，我，来回躲。那会儿自卑，偷偷把所有课文背特熟，不敢上去跟陌生人打交道都。直到有一次，我邻家一个小孩文具盒丢了，非得让我带他去买个文具盒，让我帮他跟老板讲讲价。我心想，我这眼神帮你讲价。到那儿憋了半天才敢开口，我说老板，买个文具盒，帮您家小朋友买个，老板能帮忙便宜一点？本来文具盒10块，老板卖他15，给我留了5块钱的销售提成。我当时虽然小，明白老板误会了，赶紧过去跟人解释说，老板，啊，再给拿转笔刀。
还买个橡皮的。那天我邻居那小孩回家的时候，书包里沉甸甸的，背一书包新文具。我回家的时候书包里也沉甸甸的。那老板最后送了我一板巧克力牛奶。我妈回家翻书包，翻出来一板牛奶，都懵了，说：“儿子，牛奶哪来的？”我说：“妈，挤出来的。”后来我特喜欢带同位朋友去这地方买文具，荣华富贵，全在眨眼之间。一个礼拜最多时候我赚过90多块钱。哇！那会儿在那挣钱挣到自己都有点害怕了，我都怕有一天我这眼睛我康复了都怕。好景不长，学校开始有坏学生站学校门口抢钱。我平时见他们我都绕着走，有回实在没绕过学校，他说：“来，把钱给我掏出来。”我说：“哥，我没有钱。”他说：“没钱揍你没钱，围了5、6个人要上来揍我。”我那会儿喜欢看《精武门》，李连杰演那陈真还记得吗？为了吓我，都开始模仿李连杰，我站那儿来回跳。其实不跳还好，一跳都是零钱，哗啦哗啦响。他说：“你把钱给我掏出来。”我当时有点太紧张，我胡言乱语，我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我这一句话给他说懵了。他说：“你有刀啊？”我说：“没有。”他说：“你有枪啊？”我说：“没有。”他同伴都懵了，说：“那个你先别眨眼睛，你到底有没有啊？”我说：“真没有。”他说：“你啥也没有，你拿啥杀我呀？”我说：“眼神，幽默，多少能给人点力量。”这句话说完，那天是我头一回看有人把胳膊抡圆了，准备扇我嘴巴子。要打我之前特嚣张，站我面前，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啊，你不弄死我怎么没死啊？最让我生气的，这孙子学我，他说：“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我当时看他学我真太生气了，我太紧张了，我开始背课文了。我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说完这个小子没听懂，学习不好，愣那儿了。看他们愣那儿，我赶紧跑了。第二天再从这条路上走，没想到又是他们。我过去我说：“有的人，他说你把嘴闭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条路不给钱你过不去啊。”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又没听懂，赶紧又跑了。第3天从这条路上走，发现坏了。这孙子拿语文课本站那儿等我，背吧，来吧，背。10岁都不到小孩崽子，你给我背，我看你背什么来，站这儿背来，来。我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我说的像疯了一样站那儿翻书包。这句话也是鲁迅说的吗？我说：“陈奕迅。”后来那天这点钱到底被抢走了。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过，我站那都快哭了，让这一个傻子一句话就给我说乐了。他说：“哎，咱哥几个就有钱了啊，一会儿上小卖店。”我一听上小卖店，这不要给我花回来了吗？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拜拜。大旗旗开得胜，谢谢。大旗叫个好，大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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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旗是哪位老师推荐来的？我推荐，您推荐的啊？对，我们俩一起同台演出过。我的荣幸。哎呀，今天也是同台演出了。我就特别佩服大齐的一点就是，他讲东西能从一个很小的点一直讲下去。对，就是阿加斯这个事儿，可能放在我就是几句话就写完了，就想不出来更多角度了。但是他会写很长，真的是。这个是功夫，这个是功夫。谢谢。我特别喜欢东北的脱口秀演员，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调调，就是他自己就是在场上的那种很随意、很松弛的那种感觉，所以爆一个梗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哎反差特别大。对，他其实也没有给观众有一种期待吧，我马上爆梗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作为第一个来讲，已经非常好了，给他鼓励。厉害。对，谢谢。我在听你的这个脱口秀的时候，特别有那个共鸣，尤其那段节钱这事儿，我太有。确实有，不是我遇到过，但是我还是比较机智的逃跑了。那你还是你身体比较好，他们是不良少年，我是发育不良少年，我跑不了，每天都给他们那儿。我那个事儿，其实讲的时候有股心酸，但是有很多故事挺好玩的，